孙子有多少基因来自于爷爷？那2000多年前你祖先的基因还在不在你的身体里面？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基因来自于父母，父母的基因分别来自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个关系它并不远，所以很肯定的是，我们和每一位祖父母的基因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我们的基因按照大约一半的比例来自于父母双方，他们的基因也一样，按照大约一半的比例来自于他们的父母。因此我们的基因大约有 25% 来自于每一位祖父母。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样的啊，你身体里面基因祖父母各占大约 25%。如果这个问题简单回答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是大约 25%， 因为基因在传递的过程中并不是绝对按照一半一半的方式往下传递的。好，那如果想了解更加详细的话，那继续往下看啊。那下面我们先说染色体和 DNA。染色体是由 DNA 片段构成的，那在我们的身体中有23对染色体，总共46条。男女之间有22对染色体的功能是相同的，称为常染色体。那么最后一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性染色体。那这对染色体就决定了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啊。我们知道女性是2条 X， 男性是 XY 啊。那现在你看到的图片就是我们的染色体的样子。那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我们的基因按照 50% 来自于父母，按照 25% 的比例分别来自于4位祖父母，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的基因是这样组合起来的，就是你在图片中看到的组合方式，4位祖父母的染色体分别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母亲有一半分别来自于外祖父母，父亲有一半分别来自于祖父母，而我们的染色体就是这4种颜色的这个随机组合，对吧？如果基因真的是这样传递的话，那么这样的组合方式就会导致我们的基因中有可能会和其中一位祖父母完全失去关系了。比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你仔细的看一下，你的基因中是不是缺少了绿色的基因？这就说明你和你的外公完全失去了关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虽然这个几率非常的小，就像你抛硬币抛了23次，每一次都正面朝上的几率，这个几率很小，对吧？但是不管有多小的几率，这样的情况总是会发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约每840万人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奇葩情况。所以说，这种基因的组合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和祖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人脱离关系的。所以说，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时候是这样组合的，也就是你现在在图中看到的样子啊。意思就是我们不会从父亲或母亲那里获得一条完整的染色体，而是染色体中的 DNA 片段会发生随机的重组。也就是说，你的每一条染色体中既有母亲的 DNA 片段，也有父亲的 DNA 片段，它们的比例以及组合方式完全是随机的。但总体上来说，你的基因来自于父母双方，他们各自贡献了大约 50% 啊。这个其实多少它并不确定啊，有时候母亲的多一点，有时候父亲的多一点。而我们父母的基因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从他们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总是和你的祖父母中的任何一个有大约 25% 的基因是一样的。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图片，就是你和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曾曾祖父母啊、曾曾曾祖父母之间共享的基因比例。那由于染色体中的这种 DNA 片段的随机组合方式，就导致了我们很难丢失掉祖先的基因，只能被无限的稀释。所以说，你的身体里面肯定包含了2000多年前你祖先基因的这个微小的 DNA 片段啊，5000多年前照样有，对吧？那么更加极端的例子就是，科学家还在我们人类的身上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 DNA 片段。因此就推断我们智人曾经和他们杂交过啊。那你要知道，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那这样想的话，其实你身体里面包含你祖先基因还是比较多的。那上面我们说的是22对常染色体，那当然还有一对这个比较特殊的性染色体啊，它们的遗传方式略有不同。只有男孩的身体里面有 Y 染色体，这就说明这个染色体它不会发生重组。因为你母亲那里它没有 Y 染色体啊，这条染色体只能从父亲那里遗传，父亲从爷爷那里遗传啊，爷爷从他的这个父亲那里遗传。那么通过这个 Y 染色体就可以一直找到你的男性老祖宗，甚至可以找到我们人类的男性祖先。那在你的性染色体当中，你的父亲给你贡献了一个 Y 染色体，那么你的 X 染色体就必定来自于你的母亲，也就来自于你的外祖父母。这个有可能是外祖母，有可能是外祖父，这个不一定啊。那相比之下，女性有2条 X 染色体啊，一条来自于母亲，也就是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条来自于父亲，也就是你的祖母啊。也就是说，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都不会从祖父那里获得 X 染色体。那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它是细胞的消化系统，能够吸收营养并且产生能量，所以它是细胞能量的来源，这个东西就线粒体。
线粒体非常的神奇，它拥有自己的遗传物质，单独的 DNA， 它不遵循经典的基因遗传规律。那科学家就猜测，在生命进化的远古时代，线粒体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被单细胞生物吞噬以后，它们两者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么线粒体的 DNA 只能遗传母亲了，因为男性生殖细胞的线粒体在受精的过程中就会丢失掉，那么最后就只剩下卵子的线粒体了。因此你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细胞中的线粒体都来自于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的线粒体来自于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又来自于她的母亲，所以通过线粒体 DNA， 我们能够找到你的母系老祖宗甚至能够找到我们人类最早的女性祖先。好，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平均来说，可以认为你的4位祖父母分别给你提供了 25% 的基因。那从基因的传递过程传递方式，你就会发现，虽然古人不懂这些东西但是爷爷爱孙子貌似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孙女不从爷爷那里获得这个 X 染色体或者是 Y 染色体孙子会获得 Y 染色体，这个真的是一脉相传的如果你没有孙子的话，你的 Y 就断了。好，我是刘仁科学，点赞关注，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